10倍光变 P 系列麒麟星哦。敢问诸君，今年是2020年吗？这2年影像内卷的走向啊，就是拼大底和拼光圈，而不是早些年那样卷光变焦段啦。原因也很简单，超长焦的使用频率太低了。日常拍摄的过程中啊，是极少会用到10倍以上的变焦的啊。就碍于机身内部空间有限，很多厂商不得不使用小底，结果就是光线稍微差一点，成像立马崩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华为在 Pure 80 Ultra 上给出了既要又要的答案，通过移动反射棱镜模组和遮光板的位置，实现了一套镜头系统里边既有3.7倍又有9.4倍2个光学焦段。那么这套一镜双目是噱头还是新的突破？咱们实测走一轮。Pure 80 Ultra 搭载了业内首颗1英寸超高动态的主摄，动态范围达到了16档，而这就是一镜双目啦。官方把双焦段长焦当成了2个镜头来区分，一个是83毫米的5000万像素 f2.4， 一个是212毫米的1250万像素 f3.6。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来看看实际的成像效果。3.7倍下，大底加大光圈的解析力很强，照片的纯净度高，没什么噪点。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照片的成像清晰，主体观感自然，看不出什么锐化算法的痕迹。即使在光线不足的室内，依旧稳定发挥，明暗过渡自然。超高动态范围带来了暗处完整的细节。接下来看看它的9.4倍变焦，相机界面默认显示10倍变焦，点一下切换镜头时，可以出现类似开合的特效。一镜双目就从3.7倍切成了9.4倍啦。你别说，这切换起来的咔嗒咔嗒声音啊，还挺有仪式感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用3.7倍和10倍分别拍了广州塔。当我们把3.7倍的样张放大到跟10倍一样大，可以很明显的看到10倍拍出来的画面更为清晰，几乎没有涂抹感。广州塔顶外边的交叉钢结构，里面的建筑、塔顶的天线和摩天轮一清二楚，细节层面更丰富。这就是原生光学金属的优势，细节和画质不是那种数字变焦能碰瓷的。不过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成像数字就不太理想啦。毕竟经过多路折射后，光线的损失比较大。超广角的话，默认给到了13毫米，可以拍出比较有张力的画面。不过你别说，因为有红枫影像的加持啊，色彩真的很正。除了硬件上的创新玩法外，Pure 80 Ultra 的软件层面也有新的东西，把侧边指纹按键变成影像控制按键，滑动可以快速切换2倍、3.7倍、10倍的标准焦段。不过不能精确到具体多少毫米，轻触就能拍摄，交互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而且它不挑横屏竖屏，单手操作拍照的时候意外的好用。华为这次推出了个性化色卡功能，我个人感觉有点像苹果那个调色盘，它能很好的满足用户自定义风格的需求。在拍摄时，用户可以选择自然、胶片、电影、动漫4种专属风格，并支持自定义调节参数。通过取景光即可实现实时渲染的效果，可玩性极强。而且它不是简单的调色，比如这个胶片放大看可以看到一层模拟出来的银盐颗粒质地，还有这个 AI 辅助构图系统能够通过判断取景窗画面，给你一个理想的构图焦点。对上焦点之后 ，AI 会帮你切换到合适的焦段拍照。实际用下来呢，大部分情况都是推荐用2倍以上的标准焦段，解析力损失比较少，确实也挺好出片的。录像部分 ，Pure 80 Ultra 不支持4K 60帧和 HDR 同开，超高动态在夜景拍摄时有不小的优势，压制住了高光不说，明暗过渡也比较自然，暗处也不是死黑一片。毫无疑问 ，Pure 80 Ultra 的影像体验对得起影像先锋的定位。一镜双目的结构相比常规的双长焦体积要更小，拥有大底的同时，也做到了超长焦的光变，同时有比较高的实用性。那么再来讲讲华为 Pure 80 Ultra 的手感。虽然说后面这个影像模组非常的突出，但是握持起来呢倒是不怎么顶手。230克的重量搭配8.3毫米的机身厚度整机算不上轻薄。胜在双曲面的机身狠狠地安抚了我那今年被各种直角边框压垮的小拇指，握持起来很是贴手。颜值方面，大家完全可以相信华为的审美。我说你这台是黑色的配色，拥有类似陶瓷黑的光泽，镜头 deco 有着太阳放射的纹理，镜组外层淡金色的金属圈，让整体显得更精致，质感十足。Pure 80 Ultra 的电池放在今年一众6字头的手机里面是小了些，不过续航表现倒是超出预期的。一天拍摄下来，它的电量还剩余13%，实测3小时的续航表现很优秀。这就是鸿蒙 OS 配合麒麟星带来的恐怖调教。日用一天妥妥的足够，从1%充满100%，用时49分钟，半小时回血77%。OK， 最后来点评一波
今年的华为 Pure 80 Ultra 依旧是稳坐影像先锋的位置，1英寸超高动态主摄和业界首创的超大底一镜双目长焦技术，引领移动影像进入了全新领域。华为这种一镜双目的设计，相比常规的双长焦组合，体积更小，而且也是目前人无我有的独特设计。可以说，在移动影像技术上，华为是遥遥领先。这代 Pure 70 Ultra 的可伸缩镜头，这一代的一镜双目，可见华为在移动影像上有着非常大胆的创新理念。如果你预算充足，喜欢拍照，而且不怎么玩游戏的话，华为 Pure 80 Ultra 会是你的拍照好搭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耐心观看，咱们下期见喽，拜拜。